界面即开转。干，为什么我放大招没有用啊？不是，都给你转就好了啊！哦，粪怪。Hello， 大家好，我是亚内德。经过了大概10几天左右的体验下来啊，我现在已经把这个主线目前的进度总共12章全破了，然后也在昨天终于升到了世界4算是终于踏入了这个7大罪目前 endgame 的大门了。对，虽然现在我刚升上去，好多 boss 都还打不过，就其实你可以看到地图上这种方形框的，或者说是菱形框的，这种是实体的 boss， 然后这种圆形框的是无体的 boss。无体的 boss 我可以打过，但目前方形框的没有一只能打得过都会打到超时，就它的 BOSS， 你开战的时候，它上面都会有个10分钟的倒数。这个10分钟你就算脱战，然后赶快再回来打，它这10分钟照样计算的。像我现在这样数到9分36秒，对不对？然后假设我这个时候其实被打死了，好吧，原来战斗中不能传送，平常没有发现。好，总之我先脱战，好，然后我们再回去找它。有没有看到这个时间并不是从10分钟开始算而是从刚刚数到多少9分10秒开始算啊，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个总之要开始慢慢升装备了的一个阶段OK， 那讲到装备的话，那就要讲到我们的制作台我这边这个制作台也已经升到了5等最高等，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了。那这个制作台算是这个游戏一个蛮重要的系统你看，像这边附魔也是在这边弄，然后装备武器也是在这边弄。你虽然打是可以打到一些装备对，但是武器至少武器你也都要在这边做出来，然后这边都有超级多这个素材要收集。所以呢，我这边要先跟各位，尤其是萌新先说，这个白金矿白金矿这里有一个点应该是很萌新的时候就可以刷到。对，这个巨鸟下面这里有一个白金矿点，你真的还没有玩到后面的话，我觉得白金矿你也要天天来挖，这样子你传送过来之后，然后往这个方向飞行一般原本是滑翔伞但我后来有拿抓宠系统抓宠系统抓到这只鸟鸟，这样这里这个洞进来，这里有1颗2颗，为什么这个长出来了？这个其实没有长出来，这是假的。好吧，这游戏有很多 bug， 这应该是假的矿，打不掉，完全打不掉的矿。OK， 好了，反正这里有4个矿这个白金矿建议从萌新的时候就天天来挖，然后金矿其实也蛮缺的，但是金矿没有像白金矿有这样子一个很密集的点。然后你要是旅途上有遇到金矿的时候，建议你就是这样子去做一个标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虽然就你这样点这个道具，然后采矿，它会直接把附近哪里有这个矿标示出来，然后你按开始追踪，然后它会像这样子直接显示在地图上面，然后跟你说是哪个位置。虽然是这个样子，对不对？然后你这样子就一路这样子过去就好，对不对？看起来是很方便，对不对？但是呢，你在追踪的途中，你完全不能做其他事情。像我现在这样子，刚传送过来，它就不见了，你就要再重新追踪一次。有没有？你看这个方向，这样你就到它的位置了。然后呢，它不止你传送会不见，它这个追踪还有个问题像我现在这样子，明明是在追踪这个矿物，对不对？但是如果我现在捡了这个东西，你的追踪就直接消失。OK。有没有就突然发现我追踪的东西不见了，所以你在追踪的途中是不能捡任何东西的。对，但是如果你自己的标记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像我现在追踪这个点，虽然这个点已经被我挖完，然后这样子我们传送还在虽然它位置好奇怪，它位置不是在地面上 OK， 然后它会一直标记在你的地图小地图上面然后这样子我捡了东西，这个标记也不会消失。对，所以会比较建议你把有金矿的位置稍微标一下，然后有缺的时候可以采啦，也不见得要天天采啦。金矿没有到白金矿这么缺，金矿最缺的时候就是你要升制作台的时候制作台有一阶要升，还蛮缺的。不过我现在好像看不到它的素材了。对，然后矿是每天下午3点的时候会更新，就你地图上的好像是所有素材，除了怪物以外，怪物一阵子就会重生，那其他所有的素材都是每天会重生。然后有些东西的数量就很少，像是抓怪要用的花我这边也有
做几个标记，就是比较方便去到的位置了。它应该不止这2个点了。好，那既然现在都在讲素材，还有地图上的各大城镇啊，像是一开始的这个王城，里欧涅斯城的这里有卖东西的地方，这个药水这个图示哦，这个图示就是卖素材的地方。然后一个城镇的话都是共通的，所以你看这里虽然有一个卖素材的地方，然后这里有个卖素材的地方，但是你把这边的买过的话，这边的也会被同步 ，OK。但是如果是不同城镇，像是你到这个妖精这一区的话，又可以再买一次。对，我要先说后期钱是非常缺的，所以要不要买啊？看个人。我会推荐要买树液跟超黏的粘着剂这2个东西，其他看个人，看个人需求。你后期真的会很缺钱。那为什么我要推荐买这2个东西呢？因为树液这个东西啊，实在是有够难找。你看这么多的树里面，上面那个是蜂蜜啊，这个才是树液啊。那这个树液还要爬树，爬好高才能拿到。虽然后面也有一些地方是蛮容易采集的啦，对，但是它又小又很难看到，然后又常常又要爬树才能采集。我是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麻烦 ，OK， 所以我是蛮推荐买的。要是你不嫌麻烦的话，你当然也可以不用买，因为后期真的会很缺钱。好吧，素材的部分就先讲到这边。那再来是分享一下我过关的一些角色使用的心得跟队伍的组成一些想法。首先你在角色资讯基本资讯这边，你点击手把的这个 R3 啊，可以去看它每一把武器的每一个技能的效果。我自己是稍微去看了一下每一个武器的使用效果，我持有的角色，然后我想用的角色啦。那我主攻手是这只梅尼，使用的是它的常见形态，因为其他2个形态我有拿去打怪打过，我都觉得伤害不怎么乐观，对，所以最后使用的是常见这个形态。因为 PS5 这边它的三角形就是特殊技能，然后圈圈是你的一般技能，我自己有做圈叉交换，所以你看到 UI 会是叉叉 ，OK， 所以等一下我有一些可能会直接用三角形或者是圈圈来讲 ，OK。那梅尼的话，它的三角形就是往前冲的一个伤害技能，然后按圈的话会进入一个强化状态，强化状态之后你的普攻都会带剑气，然后只要成功的打到15发剑气，你就可以放一次强化的剑气，然后它这个打15次呢，一般你如果打一只怪的话，都要打3轮的普攻，3轮的普攻可以放一次强化剑气，然后一次的强化途中大概可以触发3次的强化剑气，如果你中途都能够很顺的输出，没有被打断的话，对。但是它这个 hit 数啊，它是随着怪越多，它就会一同被计算，所以如果怪很多的情况下，有时候你不用打满一套普攻，你就可以直接放强化剑气，所以它是我目前的爱将，而且它的画风跟其他人好不同，一看就是别的世界来的，很好笑我跟你们说，就现在编组画面嘛，这样角色清一色这样展开来所有人都是7大罪画风，7大罪画风，就只有他一个，你看还特别上这个眼妆，这个睫毛，这个俏丽的小嘴，画风跟别人特别不一样。很好笑。好，那梅尼他虽然是我主攻手但是他的这个强化状态之下，他每打到第3刀的时候都会有个超级大退。这个超级大退其实在很多情况你在悬崖边打怪在狭小的地方都不是这么方便，然后他放强化剑气的时候也有这个后退，会有一个后撤步，这都很容易让你掉下悬崖。这个游戏呢，它尤其是你跟你目前打的怪物高度如果差太多的话对方就会直接脱战。对，所以其实梅尼打怪蛮容易打一打，然后怪又自己脱战，然后跑回原位去。就像现在这样子，怪物虽然在追着我，但是我只要上一个小石头，它就自己就会回去了。就因为你跟它的高度不同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变成脱战的一个状态。所以梅尼要说好用吗？我觉得是有点微妙但是它就是我目前的主攻手。好，那再来是我们的妖精，我都叫它大妖精，因为它是跟巨人混血的妖精，所以比较大只嘛。我们的大妖精呢，它的第2把武器的一般技圈它会是一个范围补血，这样范围内持续补血，然后它这个补血 CD 只需要30秒，你要是吃药水的话，1瓶 CD 是1分钟，对，然后我目前就是
吃药水，然后加上我们女主角这个一般技能去做补血的一个动作。然后我觉得女主角实在是有点拿不太出队伍，因为她这个世界技能啊，这个钩索在很多地方都会需要用到它，像是你看到这种稍微有点高度的那种心之碎片，这个女主角的钩索，然后再搭上宠物啊之类的，就蛮好用的。那这一套 combo 我也是看别的 YouTuber 学来的，就是你可以先跳起来，然后钩索，然后接你的宠物，然后宠物，我这只绿鸟它有一个在攀升的一个效果，它是这样，可以再升到一个高度啊，掉下来了。哎呦，我再用一次钩索，钩索鸟鸟。OK， 这样就吃到了。因为女主角这个补血啊跟钩索，我觉得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实用。OK， 那有在用女主角第二把武器的人哦，有时候可能会困惑说，我按了这个三角形到底是干什么呢？这个其实你要去看它的技能说明，它有一种技能是持续技，就是你要按住，然后持续一定的时间呢，它才会发动效果。那女主角的这个三角形，它就是一个持续技，它需要每按1秒钟会帮队伍加防御力，然后总共按满3秒钟会达到上限，所以就是你按住的时候，它会这样子，防御力增加，防御力增加，防御力增加。OK， 那达到3的时候就不会再变多，它下一个也是3，对，所以它就是一个三角形，可以加大家的防御力，但是需要花3秒钟的时间，然后圈可以范围补血，这个圈圈内都可以吃到补血，对，但它其实跟梅尼有点不太搭，因为梅尼你打一打，它普攻会这样一直后撤，一直后撤，然后常常就会撤出这个女主角的补血圈圈。但是我当时要找各个补师的时候，我有稍微看一下大家的技能，我真的还是觉得我们女主角的补血是最好用，没有办法。像是这个金恩啊，她的第二个武器，它的三角形技也是补血，但是它不但要维持5秒钟，而且它最后解除的时候还必须要打到敌人，它才会补血。我在那边踹好久，然后奇怪为什么没有补血。然后跟它很类似的是我们这个朱颗粒，是不是？还是朱莉科？对不起哦，我没有看原作哦，朱莉科。我不太确定它叫什么。OK， 朱莉科，它的这个长枪形态啊，按圈。理论上也是要有一个盾，对，但是如果现在没有任何的怪物的话，它的所谓的最后一击，如果没有打到怪物的话，它就不会帮你开盾。OK， 像这样子。有没有？它的冰块爆裂的时候有爆到敌人，它才会给你上盾。所以有些人他虽然是某些职位，但是他没有这么好用。OK， 那讲到职位，我觉得可以来讲一下啊。我有一个发现，就你在快速编队的时候，这边不是都会出现一些符号吗？这个符号其实代表的就是这只角色它的职位。OK， 像我们的主角，它这个有点像车轮的这个样子。这个就表示他这把武器是善于爆裂的。OK， 那像我们梅尼，他现在有这个打击效果的感觉，代表他这只角色是一个输出型的角色。OK， 那盾牌的话就是辅助类。那最后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像箭头的，可能也是一种辅助吧，我就不太确定了。欢迎知道的朋友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OK， 然后它的颜色呢代表的是属性。我本来以为像是这一只这个面具男啊，它第一个是火属性攻击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跟第三个都是灰色的。我本来以为是因为它的那个精通没有练起来，它的第二把、第三把武器还没有开，结果没有啊，灰色的就代表是物理。OK， 那讲到属性这边，我又要再吐槽一点。正因为你在编队的时候，基本上完全看不到任何跟属性有关的图示，因为它的图示就已经是它队伍中的定位，它的颜色才是它的属性。哦，对，这边也顺便在讲，我目前真的就只有这一只角色，他送的角色是雷属性，所以好多雷机关一定要带它。好 ，OK， 因为你看不到任何属性的标志，所以后期有一些这种机关解谜啊，它符号上面的是属性，我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个符号是什么属性。但是这个东西，这东西怎么看都像是冰锥吧？结果这东西是盐是地属性大地属性啊！大地属性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哦。然后像这个，这到底是什么？风暗水什么？到底是谁是谁啊？我根本就不知道啦。
好，那再来下一支，我的角色用的是这个伊莲恩哦。伊莲恩好像是我们女主角的姑姑，有过到一段她的剧情，有在说她是她的姑姑。那她没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她的三角形是给土属性的 buff， 对，但是因为我的队伍里面没有任何其他土属性的人，然后她的圈圈会直接上防护罩，也不用打到怪物就可以上。所以他是我目前的盾角色。那你会说啊，既然是盾的话，那不是吉拉也有盾吗？这样，吉拉这个圈圈上了盾，不但能上盾，而且打敌人还很痛。我能说吉拉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错。我也觉得，如果你没有那个女主角的姑姑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用吉拉上盾，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就先讲一下吉拉 ，OK， 吉拉除了圈圈上盾以外，它的三角形也是维持技。那维持技能的途中会持续对敌人进行嘲讽，然后减伤，然后再给反伤之类的。然后 R2，就是所谓的大招哦。大招的话是直接给一个范围 DOT 伤害，就是这个范围内敌人就会持续受到伤害。然后它是一个换人也不会掉的一个大招，是还挺不错的。对，但是它的伤害呢就没有我们的枪吉拉哦这么高。那枪吉拉的话，它的三角形是一个往前的伤害技能，然后圈圈的话是一个前方的范围伤害技能，然后大招的话会进入持续30秒的一个魔化强化状态。那强化状态下，三角形的前摇非常的久，但是三角形如果命中敌人，好像要暴击，是不是？命中敌人有暴击的话，会减少你在强化状态下这个圈技能的 CD。对，但是因为它的前摇实在是太久了，我没有很喜欢。然后吉拉它的大招呢，像这样子，我刚刚魔化时间还没有结束，但是切人了又切回来之后就会掉，所以你要必须保证大概30秒的期间内，这个吉拉是可以安全的输出的，才比较适合开它这个枪版本的吉拉的大招来使用，所以我才把它转盾牌的。那第3个武器的话我就不熟了。好，那既然它盾好用的话，那为什么我之后会用伊莲恩呢？这就要讲到我们大世界上的机关了啊。OK， 像你看到现在这个队伍呢，就是大世界上如果我要跑一些机关的时候，比较会常常使用的队伍啦。那最后这个雷属性是比较有替换空间的啦，但是雷的机关其实也蛮多的，对，所以有时候会放着放着就忘记换掉它。对，那主要就是用前3只奶妈盾牌跟一个打手哦。那为了能够在最小限度的换队伍上去打更多的机关，所以我才是选择这个样子的组队。因为伊莲恩呢，你切到他第3把武器的时候，他的所有技能啊、普攻之类的都会变成土属性的。但是它的世界技，这个世界技它是一个风属性的世界技，所以相当于他一个人可以替代2只角色，他既可以打土的机关，也可以打风的机关。另外就是吉拉，因为是火属性嘛，所以要打火属性机关的时候，我刚好说过，女主角有点没有办法拿出这个队伍啊，所以火吉拉跟这个火女主角啊，就有点重复定位了，所以我最后才把它换成了伊莲恩，这样你在大世界要解机关什么的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是我觉得这点其实跟原神有点像的是，就是也只有新手的时期会比较 care 这些，因为机关你解过了就没了，所以以后如果等你的世界上机关全部都解完了之后，队伍应该就可以比较活化了。不然就是跟原神一样，就是你如果不介意遇到机关就要切队伍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可以那你可以有一个更合理的组队。好，那除了打机关的雷属性以外，有的时候我也是会使用我们的主角来当第4个人。那主角在第3把武器的时候，他是这个风爆裂，比较擅长风爆裂。那风爆裂因为它会有一个范围有点小巨怪的一个效果，它其实是把怪物打到空中啦，对，但是因为怪就会在它爆裂的途中不太能动，像这样子有没有？怪物它会被一直卡在这边的感觉，然后有一个范围，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梅尼它不是强化的剑气之后，如果有多 hit 到的话，你看像这样子，我才打完1套普攻加1下就可以放强化剑气了。对，所以风主角的这个爆裂也其实搭梅尼算是还不错了。所以如果没有什么大世界需要解机关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切到我们主角来打。OK， 那最后为什么会变成朱利科呢？
朱莉科其实我还在摸它到底该怎么样跟梅尼搭配，因为我到了世界4之后，你可以看到我这样子打怪都会有这样灰色的字哦，不知道是它的抗性太高呢，还是它的防御太高。对，因为以前都不会打这种灰色字，灰色字应该就是效果不怎么好。我在想需要一个兵系的辅助来辅助我的梅尼。对，那本来朱莉科这个枪形态，你持有护盾的时候，兵属性的威力会提高，对，但是因为刚刚有说过嘛，我们这个枪形态的这个护盾必须要打到怪才有点不好开哦，所以我最近在把它转成朱莉科的这个第一把武器啊，第一把武器它如果打出爆裂的时候，我们这个梅尼亚的被动技它是打兵系爆裂的敌人的时候会增加暴击率跟暴击伤害，我想或许也有一些辅助到他的地方啊，所以正在踹这样子的队伍，在这个世界4到底可不可行？然后这边大概就是我们的队伍分享的部分了。那其实我刚升上世界3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把我的每日任务啊调到妖精王森林，然后他要我打地图上这一只青蛙 BOSS 剧毒蟾蜍，然后结果如同我们影片一开始看到的一样，我一直被他吊打到我真的是心态完全崩溃，你知道吗？就觉得哇靠，怎么有怪可以这么笨？然后我就去查了攻略，然后攻略居然跟我说，看到他转的那个技能，我只能逃跑。真的是好生气。他那个技能攻击又长，然后你一旦被打到，你就是一直被 combo， 一直被 combo， 直到被 combo 掉半条血，真的是完全就是王的回合，怎么可以如此的不合理？然后攻略还跟我说只能逃跑，但后来我真的是转念一想啊，觉得说，这其实就是 MMORPG 的套路啦。MMORPG 的 BOSS 很常有那种就是 BOSS 的回合，你就是只能专心躲他的一些地板招。就这样想之后心态就好一点点了。反正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也是要打这只蟾蜍的话，你记得蟾蜍看到你，然后他正在往后退2步的时候，你就要赶快逃跑，因为这就是他要准备转的前兆，真的主要就是这个重点，因为那一招实在是太痛了。那另外还有看到就是他如果高跳起的时候，就表示他准备要吸气，那吸气这招也是很痛，所以如果看到他高跳起的时候，也是马上赶快要逃跑。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大家攻略这只蟾蜍。好，那因为后面要剧透了，所以我这边先总结一下。首先一样跟各位原神玩家说，这款游戏真的是非常像 MMORPG， 千万不要带着你想要玩原神的感觉来玩这款 OK。 好，那如果你不把它当原神玩的话，我觉得这款的乐趣是有的。对，它真的就是很像以前的 MMORPG， 它有很多很花你时间的系统啊，尤其是这个制作台升级收素材这些都好花时间啊。对，然后再来我觉得剧情上因为可以直接跳过所以你如果看了这一段剧情觉得没什么用的杂鱼剧情，我都是直接跳，看到有兴趣的再看的。就我一个没看过七大罪原作人来说，这个剧情也是非常有乐趣所以大致上来说嘛，我觉得这款还算是可以推荐的游戏。对，那它目前的 bug 蛮多的你也可以选择等它 bug 修好了一点之后再来玩目前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优化跟 bug。 对，然后手感啦，战斗手感我觉得也不是这么好。对，但是你真的只要抱持着老的MMORPG 的心情来玩，没太大问题。 OK， 好，那接下来我真的要讲这一款七大罪 Origin 的剧情了接下来当然会涉及一些剧透的部分，有需要的人再麻烦回避那喜欢的人不要忘记按个喜欢，不喜欢的人也感谢你看到这边。接下来要剧透了。好，那我真的是再重申一遍，我真的没有看过七大罪的原作。那以前龙平台合作的时候，它的卡面上角色明明也就看起来是一样大的，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她是女巨人我看到时候好惊喜而且我们居然还要跟女巨人打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在游戏里面看到如此可爱的女巨人在跟我们打。就像什么艾尔登法环它巨人都是有被丑化过的，甚至晋级的巨人作者也有自己讲过他为了要表现那种比较可怕的感觉，他是有把巨人丑化过的。
对，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可爱的女巨人，然后再打我们，哇，这个画面的震撼感真的是很厉害耶。我不知道原作有多少类似的表现啦，但我真的觉得这是带给我一个没有接触过七大罪的玩家非常惊喜的一点。那再来就是最后的剧情啊，衔接到我们这个梅里奥达斯登场哦，他作为这个目前剧情上压轴的登场，我觉得处理的是非常的不错。就我们一行人，我们崔斯坦王子一行人。面对这个古龙，面对我们目前的最大反派哦，这个反派我真的要吐槽一下，他真的是好帅，他真的是画风看起来完全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在这边苦战半天，然后梅里奥达斯一登场就这样子轻描淡写的带过，而且我要说梅里奥达斯的声线跟我想象中的好不同哦，因为我平常看到他的卡面都是有一点魔化的一个状态，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很低沉很嘶吼的感觉哦，然后他这次登场，他讲起来非常的活泼，而且我觉得带有一点轻佻的感觉。但正是因为他这个轻佻的感觉，就是他很随便的把我们这个很辛苦对战的龙给打败了。他这一点上带给了玩家非常大的一个安全感，就一种哦，你们这么努力哦，我只需要轻轻一挥，我就可以打赢了。然后这个角色是这样一国之主，我觉得他的格调真的是很高